那群正派鼠辈都已经快打到山顶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喝茶？你想什么啊？我在想，喝下透明的水，排出黄色的尿，有没有可能人的本质就是一个超大号的茶包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能不能不发疯了？朋友，我连你一个大夫都打不赢，唯一擅长的就是轻功，你让我咋办？你可以跑啊，我们帮你拦着。反正你轻功天下第一，从后山的悬崖跳下去，一定没事的。直接从悬崖扔下去，他命大死不了。他要是喊，你就扎哑他。好，你要不要听看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只知道，我们谁都可以死，唯独教主你不可以。带教主从密道走，快！你就是苗云幽吧？我代表天道和你道个歉，把人传送到异世界这种事情之前确实没有发生过，我们深感抱歉。你是？反正是天道派我来的，非要问名字的话，那你叫我小天同学吧。3年啊，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没手机，没有空调，我甚至都不认识他们的文字。这不是已经知错就改了，马上就能送你回去。我问你，我现在回去是回到原点，还是已经过了3年了？对于你原来的世界来说，你只是失踪了3年。我一个大四学生被雷劈到这个武侠古代，现在回去连价值连城的应届生身份都没有了，一句道歉就完事儿了？难道你们不打算补偿吗？应届生身份是什么？很珍贵吗？废话，那是一个读书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东西，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那要不然，我把你脚下的这座山一起打包送回现代当补偿。教主没事就好。那群正派鼠卫呢？如果我说昨天一个雷劈下来，刚好把除我之外的人都劈昏了，然后我把那些正派弟子一个个都扔下山了，现在大家都已经安全了，你们信吗？别扯了，教主，你从井里打一桶水都要休息半天，你扛得动那么多人？哦，真相是，其实我是因为意外从几百年后的另一个世界穿越过来的，那是个没有战争、人人安居乐业的和平世界。神仙为了补偿我，不仅把我送回到原本的世界，顺便把你们和整座山一起送过来了。以后你们再也不用担心正派针对你们了。好厉害啊！你说是就是吧？楚大夫，赶紧给教主开点安神药，这都说胡话了。我们的伤不着急，我现在就去把雾隐镇改成九曲迷阵，下次一定不能让那群正派鼠辈打上来了。我去机棚看下，希望都还活着。各忙各的去吧，我先给教主扎2针，一会儿给你们也都把脉。你看，宁可相信离谱的谎话，都没有人相信实话。还有，我才不要扎针！等等，这样吧，你们跟我来，带你们看个好东西，证明我没骗你们。啊，这是什么时候有的？每间房都有，这是淋浴间，洗澡用的。镜子下面是洗手池，洗手池旁边是电风风，吹头发用的。厉害吧？直接把粪便冲走了，那还怎么种田？好浪费啊！对啊，那我的猪以后吃什么？洗完澡的水就这么流走，太可惜了。你们这群没有见过世面的古代人啊！下山，现在就跟我下山，我带你们去看看现代人的生活。谁还自己种田啊？现在都是机器播种。还是算了吧，山上挺好的。教主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像我这样一出生就长着妖毛紫瞳、样貌丑陋的人，走到哪里都会被当成妖怪的。无害，都过去了。朋友，你对你的美貌一无所知啊！最后在我的撒泼打滚下，武功高强的洛星兰答应陪我下山。唉，跟着我受苦了，管他呢，带着吧，万一能修呢？我们山下何时有了这条大路？水泥路，好久不见。走走走，顺着往前走走。哎，你看那边又有人在拍戏了。走，最前面那家店，人多不方便骑马，我们走过去。那些人穿的奇装异服我从未见过，难道是某种特殊门派服饰？这马好帅，网红吗？收费合影的吧？妈妈，我也想骑马。
走啊，先去手机店。3年啊，今日就是和人生挚爱的重逢之日。老板看看能修吗？我给你看看啊，怎么能摔成这样的？从山上掉下去了。不太建议修了，你这都好几年的旧机器了，修理的费用都够买个新的了。你这儿应该有2手的卖吧？我先买个顶一顶。有，你想要什么样的？安卓的还是苹果的？预算多少？账号里就剩1000块了，每一分都得花在刀刃上。老板，你等等啊，我登了微信再转钱给你。行，不着急。难道说这3年一直有人在给我充话费？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想吃什么自己拿，价格墙上都有。这柜子里面的东西，想吃什么就夹什么，老板会帮我们煮。这是何物？这是西红柿，就是番茄。哦，对了，那边没有。土豆、红薯、玉米、花菜，那个世界都没有见过。可怜的孩子，算了，你去坐着吧，我帮你选，保证都是好吃的。哦，怎么样，好喝吧？买这么多东西，你的纹银够吗？这才几个钱，我刚刚跟你说了，我姐给我打了好多钱。你姐？对啊，不是亲生的，但是胜似亲生的。她一定很担心你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她？我准备过一会儿就给她打个电话，然后明天或者是后天回孤儿院看看。古代的饮实在是太清淡了，我想这一口已经想了很久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刚刚老板送的，吃完麻辣烫来一颗，嘴里就没有味道了。我以前是不是给你吃过这个糖？你们是兵器，兵器不需要感情，不需要名字，只需要服从和杀戮。哇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嘴唇怎么这么白？我去给你找点吃的。没找到野果，你先吃个薄荷糖顶一顶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身上最后一颗了。就是这一点点甜，成了我活下去的全部依赖。糖这么有用吗？难道你是低血糖犯了？我叫苗云幽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洛星兰。不至于吧，这么辣，你快喝点东西。你去了就可以不用回来了。什么？原本你说没有战争，人人安居乐业，我是不信的，但是现在我信了。你在这里过得很好，有家人，有钱，想要什么，想吃什么，都可以轻松得到。反正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再追杀我们了，我们可以自己在山上过自己的小日子，就没有必要再拖累你了。你应该回到属于你的世界去，过你该过的生活。洛星瑶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要抛弃我？我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有钱了？这钱是我姐借我的，不是给的，是要还的。就以我自己的资产，买完火车票就负债了，我还指望你们挣钱养我呢。你需要我们帮你还钱？不然呢？你们每个人之前都说要报答我，现在真的可以报答了，要赶我走，这像话吗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从下个月开始制定赚钱计划，你们每天赚不到固定的钱上交给我，那都是要挨打的，还要开会通报批评。哦，他们所有人都不想要拖累我，但是如果是我需要他们，他们万死不辞。这下没问题了吧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问，其实你是可以顺利跳下悬崖的，对不对？那一刻，面对那些攻上山来的正派鼠辈，你是真的想要陪我们这群早已被肾气的人厌弃一起死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回事？都说了好几遍了，那悬崖都快500米高了，我没长翅膀，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哎，你看看你，鼻子都红了，真的有这么辣吗？你等会儿啊，我去给你拿一瓶牛奶，那个解辣。确实挺辣的，辣得我眼眶发酸，辣得我心里发烫。不过我很喜欢一切苗云幽带来的一切酸甜苦辣。这马也太帅了吧，跟镀了金似的，毛色好美，是不是纯种汗血宝马啊？肯定是，你看这体型，这气质，普通马根本比不了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小姐姐，这马是你的吗？想合照可以付费的。姑娘，这马是你租来的？请问是哪家马场的？品相也太好了，这绝对是纯种阿哈尔堆宝马，传说中的汗血宝马，保守估价也得500万往上，甚至可能摸到1000万级别。不是租的，是我自己养的。苗小姐，自己养的？那你肯定有专门的马场吧？这么好的马，饲料养护不得花不少钱，一般人可养不起。没有马场啊，就养在山上，随便喂点草料，瞎养养的。我的天，山上能养这种级别的马，这姑娘怕不是隐形富豪吧？山上怕不是个私人庄园？这马一看就价值不菲，随便养养都这么好，
羡慕了，有钱人的快乐就是这么朴实无华。姑娘，是这样的，我下午要给一个主播拍摄的一组写真，正缺一匹像样的马。你这马简直太合适了，能不能借我们用一下？报酬好说，给你2000块怎么样？2000？我没听错吧？一个下午居然能赚2000块，这钱也太好赚了。主播、拍摄、写真，这都是何物啊？不好意思，是我刚刚没有说清楚，1个小时2000，就用2个小时。我知道这么漂亮的马，主人肯定心疼，我们保证给你们把马照顾好。求求你，就帮我这一次吧。成交。不愧是顶级宝马，这4000花的值。为什么进山还要给钱，而且比刚刚他们吃的那顿饭还要贵？这世道也太奇怪了。有这种骏马加持，我今天一定可以出神图。这景区也不怎么样啊，山不如我们那儿挺拔，水也没我们那儿清澈，空气还没山上新鲜，居然还要收这么贵的门票。这景区的风景确实平平无奇，远不如玄武山的奇山异水，鸟语游花。值了，值了！太美了，必须发朋友圈。对啊，我们山上的风景比这儿好多了，有山有水，冬暖夏凉，还有那么多空房间，为什么不开个度假村赚钱呢？我们也开个度假村吧，就开在山上，收门票，把多余的卧子租出去，再搞点体验项目，肯定能赚大钱。把马租出去虽然赚钱，但这种好事儿也不是天天都有，咱们得想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子，才能长久养活山上这一群人。你说宁霜能同意吗？宁霜向来敬重教主，此事定无异议。这座山叫玄武山，严格说起来应该算是楚灵霜的产业。楚宁霜是药王宗宗主的独女，宗主中年得女，晚年丧妻，疼爱的不得了。宁霜3岁食药，5岁变毒，10岁医术就远超宗门长老。宗主满心欢喜，便想把宗门传给女儿。宗主岂能坏了规矩？宗门基业怎能交到一个女子手上？传男不传女，这是祖制。他们早就嫉妒凌霜的天赋，联合起来逼宫，把宗主囚禁了起来，不准父女相见。凌霜被硬生生赶出了山门。宁霜也是个狠人，遇到我们的时候，身后背着一兜子暴雨梨花针，淬了满满的剧毒，准备回去和那群欺师灭母的魂魄同归于尽。还有这种倒反天高的事情！小女体质阴寒，不适合修炼轻功。我看姑娘你骨骼清奇，气息灵动，倒是适配。多谢两位出手，让老夫临死前还能再见小女一面。也请两位日后一定多多照顾双儿。宗主走后，我们便在玄武山住了下来。星兰疗伤，我练轻功，日子倒也安稳。离经叛道，忤逆佛道，弑杀成性，占山为王。可与此同时，我们的恶行也在江湖上传播开来。随着队伍越来越大，我的恶名也越来越响亮。药王宗这名头被人淡忘了，反而有了一个新称呼——魔教。参见教主，参见教主。不管别人怎么叫，在我心里，这座山还是属于宁霜的。比约定的多了一千。合作愉快，以后有需要随时联系。一定一定。你说好的4000还多了1000，据说是女主播非常满意，主动加的。共产主义社会的好人就是比封建王朝多啊！走，星兰，去镇上超市大采购，给山上的大伙改善伙食。这2块钱一袋的细盐，要是拿到古代，那可是贵族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。普通人吃的都是含泥沙、味道苦涩的粗盐，更别说这白砂糖了，他们甚至见都没见过。教主，这些都是能随便买的？当然啊，这些都是家常玩意儿，便宜得很。
咱们多买点回去，让大伙儿尝尝鲜。小姑娘，搬新家啊，买这么多？差不多，家里人多，用得多。没事儿，我过几天去买个电动的拉货小3轮，以后需要什么直接网购，方便的很。教主说要买，那就买。教主，左护法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无事便好，无事便好。来，谁接一下？重死了！教主，这袋子是什么做的？看着好特别，又亮又软，还能装这么多东西。这么薄的料子，居然能承重还不会破，比咱们的麻布袋子好用多了。教主，这种袋子还有吗？能不能多弄点回来？这些都是小意思，走去厨房。本教主今天给你们一点甜头尝尝。你们这一日到底去了何处？竟耽搁到这般时候？花钱，赚钱，然后再花钱。谁去打一桶山泉水来？我来。安宁啥杂活都抢着干。他从小被人欺负，是我收留了他，给了个家。他总想着多做点事报答我。梅苏汤就是古代的酸梅汤，本来是老百姓常喝的解乏汤，可在那个乱世，乌梅甘草都得千里迢迢运来，普通人连名字都没听过，只有皇宫里才能偶尔喝到。来吧，大家尝尝。我先来。乌梅的酸，甘草的甜，山楂的鲜，还有一丝陈皮的清香。这是梅苏汤，果然高手就是高手。传说中的梅苏汤，哇，我也尝尝。我还以为这玩意儿只有皇宫才有。我早年救过太子一命，被赏赐过一碗。老实说，没有这个味道好。真的好甜，谢谢教主。口感清爽，药性平和，能生津止渴、清热解暑。不过用料比例和一些细节还可以再调节。古代的顶级秘方，配上现代的优质材料，再加上玄武山独有的山泉水，这不妥妥的降维打击？来，再看看这些东西，居然有这么细的盐，毫无泥沙，甚至没有半分苦涩。这是糖，如此透亮的糖，竟似冰晶一般。如此晶莹洁白的精米，老夫这辈子都没有见过。竟有这样雪白的面粉，怎么样？现在终于相信我的话了吧？这可是铁证如山，总不能再说是神仙法术了吧？信了，教主果然是神仙。我们这算不算鸡犬升仙？那个词好像是鸡犬升天。管他呢，我愿意给教主当牛做马，我也愿意。苗云幽，院长，对不起，让您担心了。我这2天就回来看您。对了，你默默姐正好在旁边，你要和她说2句吗？定位，买票。明白了，我明天就到。没办法，我姐虽然只比我大2岁，但气场实在太强，哪怕隔了千里，哪怕只是电话里4个字，都能让我瞬间乖巧。我现在必须要回家一趟。这个时辰，对于古代人来说，太阳下山就是晚上，可现在才刚刚8点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很多人甚至都还没有下班。没空跟你们解释了，21点35的直达列车票不多了，我现在必须定下来。我陪你去，楚大夫陪我去，我姐身体不好，正好让你给看看。要是真能把张默的心脏病治好，他应该也许就不会抽我了。这是传说中的千里传音，还说不是神仙。算了，随便吧，路上小心一点，如果遇到坏人，尽量不要交手，能让就让。教主是觉得还能有我应付不了的对手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把对方打残了，我赔不起。咱们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打输住院，打赢坐牢，而且还要赔钱。可不能赔钱啊，我本来就没几个钱了。不是很懂你们神仙。我觉得咱们可以开个度假村，肯定能赚大钱。行啊，教主决定即可。反正山上还有那么多卧室，以前药王宗弟子病人也多，建了100间房，10行10列，现在一共才住16个人，空了一大半呢。原来如此。什么原来如此？你记不记得你有一次在山上喝醉了？
哦，那一次啊，记得啊，我好像就喝了1杯就睡着了。怎么了？其实你当时只睡了一会儿就醒了，醒了之后不知道从哪里找了块小石板，手指在上面划来划去，摸摸抠抠了一晚上，还一边哭一边笑，一边说：“我好想你啊，我离不开你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”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？我们以为你是经历了什么情伤，所以也不忍心在你面前提这件事情。拜托以后也别提了。哦，你是不是笑了？没有。你明明一直都在笑。请顾客后排落座，系好安全带，目的地秋山孤儿院，立刻出发。所以你其实确实是神仙对吧？连车夫都不需要，这不是仙法是什么？别问我啊，咱也不知道啊。3年不见，咱们这城市的科技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院长，是哪个好心人捐款了吗？我怎么觉得咱们孤儿院翻新了好多？这就是教主的姐姐吗？这种气息只有江湖顶尖高手身上才会有，可她体内毫无内力波动，气息平稳的像个从未习武的普通人。进来吧，先吃点东西。就是我去爬山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山崖，失忆了，一直被山上的原住民照顾。3年后恢复记忆，才想起来回来看看。算了，孩子定是受了不少苦。既然这么说，我就不追问了。再把我当傻子，把你头拧下来。我知道姐最心疼我了，这3年一再给我打钱，我也是刚知道，看到的时候我都快哭出来了。姐姐赚钱这么不容易，还每个月给我打1000多。行了，之前的事情我不问了。你学校宿舍里面的东西我都帮你拿回来了，就在仓库里面，你自己去清理一下。后面你什么打算？需要我给你安排工作吗？还有，这位只是朋友。我现在的想法是开个公司，搞个度假村什么的，赚点门票书费。你之前不是说你要考研？那是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，婉微的托词。也是，当年给你辅导英语，半信半疑，被你翻译成 half yes and half no 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的心思就不在读书上面。嘿嘿，没出息又咋了？有气息就已经很棒了。姐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忽然死了，留了遗产给我，是一座山，就是我受伤失忆的那座山。他们是山上的原住民，从来没有接触过现代社会，也不愿意下山。我既然继承了这座山，就得负责照顾他们。真的，你别不信啊，他们虽然没有接触过现代社会，但是继承了很多传统技艺。比如说他林双，就是很厉害的中医，我特地带他过来给你看看。可是他没病啊。这都能看出来，这有何难？到了林双这个境界的大夫，光从气息就能判断一个人的身体状态。眼前的张默身体康健，别说心症，连寻常小毛病都没有。姐，你做手术了，还是找到特效药了？如果我说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忽然死了，给我留了家直播公司，里面员工没接触过社会，却都有传统手艺，还有个厉害的中医已经把我治好了，你信吗？信，我当然信。反正我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好好弄好这个度假村。姐，你这3年打给我的钱，我可能一时间没有办法还给你，但是等我赚到钱，一定会还给你的。我也知道，姐姐你工资虽然很高，但是这3万多对你来说也不是一笔小数处，也差不多是你1个月的工资了。倒也不至于1个月啊，那是半个月，也不至于。1周？不用，够了，我不想再问了。再问下去，我不仅不想还钱，还想再从你兜里偷点走。脾胃弱，生冷瓜果要少吃。经络瘀滞，
多揉风池穴。心悸气短，忌劳累，少思虑。皮肤瘙痒，忌辛辣，勤换衣。小儿夜啼，睡前揉涌泉穴。至少悠悠看起来交到了不错的朋友。我送你们去火车站吧。姐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走？你们俩连换洗衣物都没带来，肯定是打算当天来回的。加上你现在这个经济情况，买的肯定是最便宜的晚上9点35分的票。现在7点30，可以出发了。不愧是我姐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你想弄度假村，手续查过吗？简单查了下，有点复杂。不过我有不动产权证书，问题应该不大。明天我去当地相关部门再问问。我等下给你推个名片，你加一下他，姓秦。我公司定制的员工机多了一些，送你了。等等，山海直播，就是之前广告里面那个全球用户数突破15亿的公司，这是我姐的公司。我姐真是……你姐姐也是神仙吧？我姐只是个普通人，她怎么可能是神仙呢？都说了，要相信科学。咱们这个世界没有神，没有鬼，都没有，妖精也没有。真没有？没有。应该没有吧？可是她身上的那种气息，真的不是普通人。她当然不是普通人，因为她是有钱人。我们这个世界虽然众生平等，也没有皇帝和贵族了，但是有钱就是老大。是这样吗？当然是。那我也想要教主当老大。可算把你们盼来了。教主的姐姐病情如何？感谢上天，我姐之前就已经好了，所以这一次没有给楚大夫一展身手的机会。痊愈便好，平安最重要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谢先生今天用雨露菜做了黄金饼，可好吃了，给教主和2位护法都留了好多，应该还是热的。谢先生厨艺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谢先生的厨艺一直都很好啊，大家都爱吃他做的饭。在我看来，勉强只能算能吃，色香味3项几乎都不沾。今天怎么忽然这么香？教主，你们回来了，来尝尝我新做的玉露黄金饼，刚出锅的，热乎着呢。玉露，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吃的那个野菜。这种野菜虽然能果腹，但味道不好，怎么处理都有一股苦味，怎么还专门撒饼上？谢先生，你可以啊，这玩意儿也太香了，以前怎么没见你做过？对了，这玉露菜今天怎么不苦了？外酥里韧，确实好吃，不错。其实玉露菜也不是全都是苦的，顶端那一小节嫩芽香甜至极，只有下面的茎秆才又粗又涩。之前粮食金贵的要命，哪舍得只掐芽尖儿，都是整株拔了焯水，嫩芽混着涩杆一起吃，自然又苦又难吃。左护法跟我们说了，现在山下百姓安居乐业，丰衣足食，不需要我们再靠着野菜生活。我才想试试新做法，用精细的白面和新购置的调料做了这饼。原来不是玉露菜难吃，是鸡拱逼着所有人连苦涩的茎干一起咽下。没事的，谢先生，玉露菜剩下的部分留给我当午饭吃，不怕浪费，我爱吃的。想什么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让你们好好知道，什么叫做跟着教主有肉吃。谢先生，面粉还够不够？这饼子你再多做几份，我要摆盘发短视频。还是要赶紧找个电工，把室内插座安一下，太不方便了。
陛下，灾区已是赤地千里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。求陛下开恩，免除他们3年赋税，让他们能喘一口气，休养生息呀！退下自省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奸佞之臣谎报了灾情，将灾区的惨状瞒了下来。加征赋税的诏书，终究还是送往了灾区。若是当年我也有这般能定格画面的神器，把灾区的真相像梦给问帝看，是不是那些人的命运就能改写？我可真是个天才。姐，我终于弄好了，还有1周就是7月，可以开直播卖团购的预售了。我自己开直播卖吗？我这账号现在才几百个粉丝，万一没有流量怎么办？好吃，比杂粮饭香多了，软糯香甜，不用就菜都能吃2碗。山泉水煮出来的米饭，带着自然的清甜，确实爽口。大家停一下，我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，我打算在咱们玄雾山开一家度假村。度假村是什么？就是用漂亮风景、好吃好喝吸引外人过来玩，进山收钱，吃喝收钱，住宿收钱。既然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了，我就希望你们能过上好日子，以后想吃大米饭就吃大米饭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再也不用精打细算。不了吧，教主，现在这样就挺好的，有饭吃，有地方住，不用再奔波，何必再费心费力去折腾呢？太辛苦你了。教主的心意我们明白，但此事牵连甚广，既要打理客房，又要应对外人，好不容易一些，你本就该好好歇息，不必为我们如此操劳。这些外人中，万一有坏人要伤害教主怎么办？山下都是教主喜欢的东西，有钱就能买。我要给教主买。我要给教主买。你们不知道，这世道已经没有皇帝了，有钱就是老大。我要让教主当老大，买衣服、买首饰、买车、买楼，吃喝玩乐，挥金如土。嗨，不早说！如果是教主想要钱，我们肯定全力支持。教主想要，教主就必须得到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行吧，不管怎么说，至少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。来，第一件事情啊，来几个人，把那个屋侧给我拆了。这种人在上面拉，猪在下面吃的优美画面，对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过于刺激了。山上以后应该会多买一些小动物陪游客玩，足够你们做农家肥了。拆了目测的空地，正好利用起来种菜。我明天去买点空心菜、鲜菜、油麦菜的种子，1个月就能采摘，到时候让游客自己挎着竹篓去摘。第二件事，把所有悬崖峭壁，反正有危险的地方，用护栏围起来，为了游客安全。第三件事，上山的路太不平了，车上不来，人也容易摔，需要填平。现在连山路都要填平，那下一步是不是要给黄河加个盖子？真的不是很懂你们神仙。先把楚茯苓药的古法酸梅汤材料买了，老板再便宜点儿，送个雨棚和超长接线板呗。太好了，有了车以后买东西就网购，批量购买比零售便宜多了。这么多消息，没想到一条短视频有这么大影响力，一天时间就这么多人关注喵仙人度假村。救命，这饼也太香了吧，隔着屏幕都能闻到。玄雾山景区以前没听过，想去打视频里的菜是玉露菜吗？从没见过。大厨手艺太好了，口水直流。感谢喜欢。新景区呢，筹备很久了，玉露菜是山里特产，我们大厨身经百战，马上更新。教主，你在这偷乐什么呢？给你挑漂亮裙子呢。这千里传言器不仅可以传话，还可以买东西。这叫手机，不只能买东西，用处还多着呢。那么所以我的酒也可以放在上面卖了？不愧是江南第一酒庄花月坊的东家，江湖第一酿酒大师。教主，你带左护法和右护法都下山过一次，也带我和花影下山逛逛吧。小姐，您忘了上次在江南被那群人追得满城跑的事了。
好不容易才跑到这玄雾山清静下来。那不是有你在吗？每次都靠你易容才脱得身，这回有教主罩着，怕什么？你不是想要赚钱吗？这山上还有谁比我会赚钱的？这倒是一句实话。他的花月馆曾是江南第一酒庄，巅峰时单是月营收就够普通人家吃几辈子。要不是乱世又遇灾荒，再加上那群追求者太疯狂，也不至于关门。我还听说山下有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食材水果，教主赶紧带我去见识一下。经过我的精心挑选，一定能调出更加美味的配方来。行呗，一会儿我的新车来了，带你兜风去。香车美人什么的，我也是好起来了。喂，你到了？行，我们马上下来。上来吧，咱们出发。这铁疙瘩当真能自己跑，不用喂草料，也不用人推？如果地上有坑的话，还是需要推一下的。哦。这小姐姐颜值绝了，比明星还好看。在拍古装剧吗？我觉得是 cosplay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通缉令吗？为什么要摆一个人像在这里？这个不是通缉令，这人是个明星，演戏是唱歌的那种，就有点类似那边的伶人吧，不过地位比伶人高多了。就这位，有好几百万人喜欢他呢。真好啊，不过他也确实长得好看。你别老毛病又犯了，看到顺审的男子就想上前搭话，那怎么了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我只是上前聊几句，又没做什么逾矩之事。问题就在于，但凡和你聊过几句的男子，最后都会对你死心塌地，非你不娶，一个个难缠得很，各种要死要活。你忘了上次在江南，那个公子哥为了追你差点跳河了，你就不能收敛一点吗？哎，这一点我支持月貌啊，他只是聊聊天而已，他长得美，他们想得美，这难道也要怪他？就是，还是教主懂我，不多聊几个，怎么知道谁最适合我？难不成要按照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个盲婚哑嫁？凭什么？安心安心，这里早就没有一种事情了，这边都是自由恋爱。自由恋爱有多自由？想和谁谈就和谁谈。那想谈几个就谈几个？倒也是没有那么自由。怎么还有一些明明冬季才能成熟的果蔬，也能在夏天看到？难道这地方没有四季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想吃什么自己挑，随便买。啊，对了，那个长得像是流星锤的黄色大瓜就不要了，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榴莲什么的，咱现在这个条件还消费不起，还是先省省吧。哦，就这家吧。美女，想买点什么？我这的水果都是新鲜的，价格实惠。美女长得好看，眼光也好，一看就是懂行的。我这水果绝对没差扯。对了，你们是住附近吗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绿豆不仅可以煮绿豆汤，还能自己发豆芽吃，共计花了77。本来还想买点种子，但是听说店铺没开门。不过没关系，大不了上网上买，还能便宜点。教主，那是什么？这叫电子秤，是现代的称重工具，比古代的干秤精准多了。现代的1斤是500克，古代的1斤是16两，差不多是600克。你看，那袋苹果就是3670克。不对，这电子秤怕是不准，实际重量绝没有这么多。美女，我这电子秤是正规厂家买的，天天校准，绝对不会错。花月瞻14岁长家，酿酒对比银比要求严苛，他早已练出颠重的火眼金睛。你们市场的公平秤在哪里？一试就知道了。小姑娘家的，一看就从来没有买过菜，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滚滚滚，不卖给你们了。我们挑了好半天的东西，你说不卖就不卖，门口明明白白写着缺斤少两，退1赔3，不敢付秤就是做贼心虚，你给我赔钱。让我赔钱？你穷疯了吧？买不起就买不起，还碰瓷起来的了。自己缺斤少两，反说顾客碰瓷，不如把价目表改成抽奖转盘，赌今天缺半斤还是8两，或者在门口摆个温馨提示：本店计量盖位采用老板心情换算制，今日1斤约等于300克，明日可能随天气不动，最终解释权归老板的良心所有。还有，我是挺穷的，余额就剩2.5块，刚够买你的命。你不想活了吧？你信不信我今天让你们走不出这里？哟，你少在这里大呼小叫的！我这人从小就怕狗，被我说中痛处就跳脚，
你除了会骂人，还会干啥？有本事去公屏秤啊！没本事就只会在这里嗷嗷叫，跟被踩了尾巴的疯狗似的，吵得人耳朵疼。这小姑娘嘴皮子真带劲。做生意确实要诚信，让他们去公屏秤称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滚滚滚！关你们什么事情？少在这里多管闲事。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几个女的分明就是来讹钱的。都出来，都出来！有人在这儿闹事。小姑娘，真的我们好欺负呀！识相点，赶紧走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哎呀，疼疼疼！我的头，我是不是流血了？又是你们，真是屡教不改。这摊主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，属于纯纯的见人下菜量，却不知他面对的是老手中的老手，行家中的行家。教主，你歇着吧。从上山上大约1公里，铺上一条2米宽的水泥路要多少钱？得到的答案是，光材料最少都要10万。算了，倒也不需要这么快。古代的作息还是太健康了，不太行，这个要改。真是好久没有用这么现代化的东西了，真怀念啊！之前3年用的都是自己竹子和布条自制的牙刷，蘸了楚茯苓配的牙粉，味道怪得很。这种的是啥呀？从哪儿移植过来的？茯苓那丫头从药草园里面挖过来的，说这一块地够肥沃，别浪费了。不错不错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教主，你吃，吃完了可以去休息一下。就离谱，没听说过有人吃完早餐就去休息的，猪的作息都不过如此。对了，那2头猪呢？赶到东边已经围起来了，还是教主想要杀了吃？不了，就养着吧，当吉祥物。主要是我真的很怀疑，吃那玩意儿长大的猪身上的肉真的能吃？这吃了不会死人？怎么了？别动，就这样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这发到网上不得迷死一片人？不是吧？90多个 G 的流量一夜之间全没了，这才月初啊！完了，肯定是昨晚笔记本忘关热点，那些3年没动的软件全自动更新了。装宽带，必须立刻马上现在就去装宽带。就这个，1000兆商用宽带，3600一年，最划算。4600没了，心在滴血，但宽带必须得有。好在送了光卯滤油器，还有1台千元智能机和4张副卡，正好把洛星林的电话卡转成副卡，又省一笔。离师傅上山还早，咱们顺便去买点水泥沙子，回去填山路。好，需要多少？不知道，先少买点试试水吧。200斤水泥，400斤沙子，再来2把铁锹，还有那边那俩闲置的铁桶，能送我不？行，桶送你，总共240。我的娘嘞！这姑娘看着瘦心弱弱的，一袋100斤的水泥，她只用单手。我闺蜜撸铁的，厉害吧？好了，厉害，太厉害了，简直天生神力！我开店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能单手拎水泥的。你们要是还需要建材，随时来，我给你们算便宜点。那就谢谢大姐了。这是啥？也太好看了吧！是茯苓那丫头的巧思，她说外面不打仗了，不需要储存那么多药材，就拿出来一些做药材。这5色同心膏刚出锅，教主尝尝。这糕点看着复杂，其实是按5层来做的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功用：乌发养颜、补气养血、健脾养胃、润肺生津、清热解暑。绝了绝了！5种味道互不抢风头，还相得益彰。谢先生手艺越来越好了。茯苓这5种药材选得很好，相辅相成，也不会相克。谢师姐夸奖。你们等下再吃啊，先让我拍一下。这5色同心膏简直是为短视频量身定做的爆款。教主，温测已拆完，接下来是悬崖加护栏还是山路填平？有什么要求吗？不着急的，魏师傅，我买了材料，但还没研究清楚怎么用。下午有人来装宽带，装好了之后咱们再研究这个。对了，等下装宽带的时候，魏师傅也跟着看看吧，可能需要打孔走线什么的。是。等下魏师傅，方便的话让子俊跟我下趟山吧，看看以现代的技术有没有办法治一治他的眼睛。这里很多视力不好的人，带上特定的装置也能与常人无异。我觉得子君可以去试试。
楚凝霜和楚福灵都束手无策的眼病，教主说的现代方法真的能有用吗？这些年，子君因为看不清而怯懦自卑，我的心就像被钝刀割一样疼。魏某在此先谢过教主大恩。谢谢教主。别客气，改天咱们就下山去看看。你们这是在拍古装剧呢？差不多，我们是山上度假村的，这是员工制服，特色服务嘛。这个假腿做的好真实啊！你们这道具也太用心了。哦，这个不是道具，这是真的。不好意思啊。无碍，辛苦两位师傅跑这么远一趟了。哇，好高的山峰！咱们这是原生态景区，都是没动过的。确实比那种人工的景区有味道。嚯，你们这古装角色还挺多啊，颜值也高。那必须的，都是高薪聘请的专业演员。你们这边装修的真好啊，古色古香的，跟画里似的。什么时候正式营业？下次我带我女朋友过来拍照打卡。下个月就开业。老板，机房在哪儿？没有机房。没有机房？那网线都布到哪儿了？各个卧室的网口总该留了吧？还没有铺网线，有电线就已经很不错了。那还是小天同学友情赠送的厕所的赠品。我们可以暂时给你放到一个卧室里正常使用，但你要是想实现全山覆盖，按你们这规模，还得建个机房，往每个卧室院子后山都布上网线，装面板和室外放大器。大概要多少钱？你们建筑柱比较分散，核心区域差不多100亩，要是每间房都连网线，可能要10几万。10几万？啥家庭啊？我们整个山就一台笔记本电脑，还是我7年前买的。但如果全部走无线网，能便宜一半，不过没有线稳定。那还是算了吧，暂时帮我把线迁到住宿区，后面再慢慢改。哎，这卧室没有插座吗？没事没事，先用这个接线板。没办法，装完卫生间就没钱了，先将就用着吧。这电风风将近3块吧，咱去年年会1等奖就是这个。我刚还看到他们养马了，真马，那玩意儿可比宝马贵。富二代花钱就是没个规划。说起来，老板你们最近可得小心点儿，你们这房子都是木头门，好看归好看，但是不太安全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镇上最近有个杀人犯在逃，手上好几条人命，肯定是专挑偏僻地方躲。这附近几座山就属你们这座没怎么开发过，连监控都没装。他要是藏进来，根本没人知道。你们晚上住这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杀人犯就好几条人命，这么惨？偷东西被人发现了，用匕首直接把人全家灭门，一家5口，70岁的老太太到10岁的小娃娃一个没放过，太狠了。通缉照群里都传遍了，说是提供线索的话，奖金最高能有10万。10万？通缉照能发我看看吗？哦，好呀，我这就发给你。10万，不仅能为民除害，还有奖金，山路和网络不就全搞定了？还能再买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。这人价值10万，一旦出现，立刻活捉拿下。好，各就各位，各自学习。魏师傅，你不用学别的，就记住这个快捷键，按一下暂停，再按一下播放，慢慢看就行。看不懂的地方先记着，回头我再单独搜索。好。山上其他人则很自觉地开始排班，2人一组，每个时辰轮换巡山，争取通缉犯一出现就当场抓获。安全第一，活捉第2。不愧是我姐，和我想到一起去了。不过安全是我现在最不用担心的东西。当初一群身负绝世武功的正派弟子围攻都没能要我的命，一个拿小刀的现代人，你有枪我还怕你2分，就一把小刀，何惧之有？你这是？星兰巡山去了，担心你有危险，让我过来陪你睡。来，睡吧。太早了吧，我睡不着。怎么了？是失眠吗？我给你扎2针。妙手回春啊，神医！我瞬间就困了。那就好。要命啊！现在才7点半啊！醒醒，出事了，是东边饲养区，肯定是通缉犯。最狠的是安宁，手里攥着粪瓢就冲出来了。平时多温吞一个人啊！别拱了，别咬了，救命啊！哟，是你发现这家伙的？哎，过2天给你买点好吃的。
出来陪我拍个视频呗。找死！给老子滚开！一群畜生，老子弄死你们！这地方到底是什么龙潭虎穴？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景区，怎么藏着这么多不好惹的人？只要把这小崽在手里，说不定还能有条活路。大家不要冲动，尽量不要见血。原来都只是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，怕见血还敢拦着我！不要冲动，搞死了，我还要活捉换钱呢！别动，都给我退后，不然我杀了他！你离我太近了。哇，子君好厉害！哼，让你欺负我猪，还欺负子君！你还有点本事啊，还真让你摸到我们山上来了。这么多人巡逻都没有找到你，没有见过的东西，应该是从这身上掉下来的。原来如此，用上这种高科技，难怪能在巡逻的人不发现的情况下摸上山了。给我把他嘴堵住，别让他污染咱们山里的空气。哦，还有，你们这些剑呀、刀啊，先收一收，等会儿有官府的人来。我来！这么好看一个男孩子，怎么就和这玩意儿脱不开关系呢？算了，这次也是孩子好意，下次注意吧。你们打他了？一看就是正当防卫，不用深究。东西呢？你把从林老太太家里偷来的东西藏哪儿了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就算我死了，我的同伙也会拿到东西，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开口？这家伙嘴也太硬了。当然有。什么东西？疼死了！没事，说。我什么都说，太疼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东西藏在那死老太婆隔壁房的杂物堆里，夹在一本3年级的语文书里，是一张老照片。立刻把东西取回来。是。我刚发现他好像踩到我们用来做针剂针了，难怪叫得这么惨。你这人也是，怎么能乱踩别人的针呢？真是不小心。那能不能麻烦2位帮忙取出来？他这样一直喊，我们不方便带他回去。哦，当然可以。虽然碰了点脏东西，但是回去洗洗还能用。过日子嘛，不能大手大脚。多谢，你们先走，把他带回去。明天一早移送到 B 市。是。感谢苗小姐对我们工作的支持。这个感谢能具体说说？10万的奖励，我们会按时打到苗小姐的账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吗？当然了，如果李善红造成了什么破坏，也可以整理相关损失，联系我们对接进行赔偿。政府赔？据我们掌握的资料，用原籍日本在国内潜伏多年，有不少存款，还有日方给他的活动经费，我们已经把这部分钱冻结了。领导，你给我掏个底，赔偿完伤者还有剩的吗？还有不少。那既然如此，如果我说他把我们上山的水泥路和全覆盖的无线网破坏了，能赔吗？你真不愧是张总的妹妹。这位领导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姓秦吧？就是那位帮忙给我办证的秦先生。不好意思，事出紧急，刚刚忘记自我介绍了。我叫秦月川，翻山越岭的越，川流不息的川，隶属于国。难怪默默姐说这人什么证都能办，竟然是国安局的。这种传说中的机构，以前只在小说里面看到过。嚯，失敬失敬。我才是失敬了。这东西看起来比灯笼方便，回头弄一个给教主用。所以，领导，我那些证还要多久？半个月已经是最快了，真的没有办法再快了。行，还是感谢。所以我刚刚说的水利路和无线链能搞不？你连个残骸都没有就现编啊？我怎么走报损的流程？P 图行吗？我 P 图贼溜，以假乱真的那种。师姐 ，P 图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听起来很厉害。教主说行，肯定能行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没错，教主是什么东西？张默之前也没和我提到这一点啊。你们2姐妹就没有一个正常人是吧？行，水泥地和网络就当我没说吧。领导，你看，我们这个小朋友刚刚被那王八蛋挟持，不仅差点受伤，连眼睛都跑掉了，现在找都找不到。我要求你们给他做个全面检查，顺便配一副好一些的眼镜，这总可以吧？行吧。真的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位大叔，你看，多可怜！为了救自己的侄子，断了腿还跟着追，假肢都跑坏了。哪里坏了？你看，现在坏了。我先下山了。
明天安排同事过来给你听损，你自己掌握好分寸吧。这么门锁怎么烂了？李善红踢坏的。行。晒着的衣服怎么又是破洞又是补丁？李善红没有偷到合身的，就恶意报复用小刀划的。好，田地怎么乱糟糟的？李善红采的，我们这还是药材田。懂了，高价值药材损失极大。对喽，这么栅栏怎么断了？不用说了，我知道，一看就是李善红砍的。没错，栅栏里面的动物有没有损失？有，我们养的兔子胆子极小，虽然现在看起来没什么事，但是你知道的，兔子经不起吓，说不定过几天就没了。有道理，珍贵野兔的损失。谢谢领导为民做主啊！也多亏了你们，这件事情才解决得这么快，不然真的让那张照片被拿走了，后续还有更大的乱子。你们这个片区的领导都要感谢你呢。没事，告诉你也无妨。那位林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可是参与过国家顶级泄密项目的科研人员，当年和她一起共事的都是一群甘愿隐姓埋名的国之栋梁。他们为了那个项目呕心沥血，连家人都不敢透露半句。项目成功解散那天，大家才偷偷拍了一张合照留作纪念，那是他们这群人唯一的念想。出于打击报复或威慑目的，日方查到了林老太太，并找到了那张珍藏多年的合影。一旦那张照片被传递到李善红同侯手中，照片中其他科学家同样会面临危险。要不是楚凝霜出手，李善红不可能那么快交代出照片的下落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原来自己无意间拦下的，竟是一桩如此凶险的阴谋。哦，那林老太太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认识位中医，医术特别厉害，要是有需要，放心吧，没多大问题了。老秦盯着呢，他是专业的。秦先生还真是个医生啊。是啊，老厉害了。再说，再不济还有你姐呢。是哦，我姐说过，她公司那边也有一个很厉害的中医。原来苗云幽还不知道她姐姐的秘密。对了，10万奖金下午就能到账。不过这件事情涉及到一些机密人员，就没有办法公开表扬你们了。这个你能接受吗？没事没事，一切听组织安排，奖金能到账就行。我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。然后你们当地医院下午也会派人过来接受2位伤员。所谓的伤员，就是魏楚山和魏子君了。不过损失赔偿可能会慢一些。我先走了啊，还要回去准备资料，和日方扯皮呢。好的好的，开业之后欢迎你们来玩。什么旺旺雪饼、彩虹糖之类的，很是贴心了。来，小伙子，试试这个眼镜。原来世界是这样清晰的。好了好了，男子汉，别哭了。这种感觉好诡异，我怎么飘在半空中？下面那个孩子是谁？谢大人，谢大人好不容易在灾年救了我们的命啊！谢大人明明说过的，熬过灾年就好了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，会好起来的。为什么还是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地里颗粒无收，官府加税，家里最后一把粮食都吃完了，娘和妹妹都快饿死了。谢大人，谢鼎年吗？这是之前被谢鼎年救助过的灾年。大人之前就藏在这山上，和这山上的人一样，都是遭了报应，被雷劈了，灰飞烟灭了。但是我不信，我爹说谢大人明明这是世上最好的人，分明是积了大德，飞升成仙了。可是我们这些人应该怎么办呢？是老天诚心不让我们活吗？谢大人，如果你真的成了神仙，能不能救救我们？不救我也可以，救救我娘和妹妹吧。妹妹才出生1个月，她还那么小。这是准备单独留给洛星寒的，她喜欢甜食，但这个时候也顾不上别的了。教主，我们到了。哦，那袋没吃完的零食别忘了拿啊。都收拾好了。朦胧中觉得自己刚好像做了个梦，但梦到了什么？不记得了。就这样，保持，别用力。我就知道卖惨是有用的。这群官府的人到底什么时候走？我单腿蹦都比这破轮椅快。这一块应该可以纳入乡村旅游规划吧？符合的，而且度假村做起来之后，也能带动周边经济。和文旅那边沟通一下，把这个路弄一下。好的，领导。不错，好好做。
开业之后，当地文旅也会配合宣传。小的们，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就在刚才，10万奖金已经顺利打到我卡里了。10万能买多少东西？不知道啊，听起来挺多的。之前说有钱就是老大，现在教主变成老大了吗？还不够吧？子君现在真能看清了，这东西叫眼镜，什么玩意儿做的？太有意思了！哇，能让我也看一眼吗？好像除了我，大家都不是很在乎钱的样子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钱的事以后再说。我们还是来分一分这些零食吧，感觉你们对这个比较感兴趣。没花钱的，大家随便吃啊，不要客气。咦，我怎么记得明明有一盒彩虹糖的？奇怪，明明记得带了的。掉车上了吗？不会的，我检查过了，没有掉东西在车上。这样吗？哦，那算了，下次再说吧。如此庞然巨兽，是《山海经》里面的魁牛吗？你们看，里面有人，应该是神仙的坐骑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搞抽象，还是行为艺术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边是纯古风沉浸式度假村 ，NPC 都比较入戏，演古代人上瘾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真敬业啊 ！NPC 一个长得这么好看，演技还这么好，你们景区以后肯定能火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这凉拌野菜也绝了，清清爽爽的。你们这是？那个，昨天你们家大厨做的菜太好吃了，我们吃的都不好意思了。大家今天就各自从家里带了点东西来，都是自家产的，不值什么钱。就是啊，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番茄鸡蛋。这么简单的菜能做这么好吃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嘿嘿，苗老板，你们家大厨的手艺真是绝了。这香肠是我们家自己灌的，真材实料，没有添加剂。你拿回去让大厨试试，炒着吃、炖着吃都香。这是我们自家用的种子，都是优质品种。这牛肉是今早切的，新鲜的很。现在时间还早，可以先放冰箱里冰着，中午做菜正好。那个，可是我们山上还没有买冰箱。众所周知，一个景区有钱与否，卫生间就是最直观的指标。我们的厕所可是瓷砖铺地，洗手台锃亮，全自动设备，连香薰机都有，干净敞亮，堪比砸在星级酒店。连厕所都这么豪华，谁能想到没冰箱呢？连厕所都是按景区高标准建的，一不小心预算就超标了。原来如此，那巧了，我岳父是收二手电器的，前几天刚收了个商用冰箱，是山下一个药膳麻辣烫的店子倒闭了，那冰箱才用了半个月，跟新的没啥两样。药膳麻辣烫，这是什么神奇的组合？下次是不是就要弄出中药奶茶了？我看过的，那冰箱崭新崭新的，一点划痕都没有。我岳父按5折收的，要是你需要7折就给你，绝对划算。真的吗？保真，我把地址告诉你，你可以亲自去看看。行，太感谢了，我让先生中午给你们多加几个菜。哇，谢谢老板。那怎么行？剩菜哪有刚做好的好吃？这样吧，我等会儿拿食谱专门给你带一份过来。谢谢你。客气什么？对了，我刚刚听教主文的说，也会给女王要吃蛋糕。奶油蛋糕是什么？不过教主知道，不过说以后我们生产卖奶油蛋糕，到时候我们就能看见了。教主真好呀。对呀，教主最好了。同事的下班吃。手里还拿着对讲机，我都要怀疑自己这是不是穿越。网购新的再怎么都要2300，这一台几乎全新的只要1500，确实能省这不少。虽然突然有了10万块巨款，但还是要省着点花。你喜欢这个哦？现在是有不少店铺用这种老物件当装饰的，这还是我媳妇儿的陪嫁呢。东西是好的，后来流行用那种全自动的电的，没人用这种了。我闺女小时候一直用这个当桌子写作业呢。一看就是跟着鲁迅老师学的。冰箱1500，这台缝纫机就当赠品送你了。再送个接线棒。哎呀，你这姑娘真会做生意。行吧，谢谢老板。山上有一位顶级绣娘，这种半自动的缝纫机正适合她用。无债一身轻。还以为你会回复收到呢。人海视频是他公司最近的重点项目，张默非常关心。还说呢，本来第1条美视频反响还可以，结果我后面发了条小帅哥的视频，评论区都在质疑我是用 AI 生成的。太假了，我就没有在现实的男人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。这要是演技，加上这张脸，早就已横扫内娱了。烦死了！之后用 AI 的能不能主动标出来？这样骗人有意思吗？举报了！我觉得网友说的好有道理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男人的自卑从来都是传说级设定，听过没见过，自信却是默认配置，不分场合自动激活。所以真的不是 AI。连姐都不相信我，没办法。张默手握偌大直播公司，手下3000多貌美如花的主播，其中也有不少清澈但实在美丽的小笨蛋。下次带你见见。但是自卑这款的还真没见过，大家都对自己的美貌很有认知。好吧。等会儿，所以我女婿昨天说就是修的你们家的路啊？
是啊。爹，您来了。你小子怎么不把话说清楚？这路都没有修好，这么大的冰箱，你让人家老板怎么拿上去？这冰箱快500斤了。对哦，我怎么忘了？我们这路还要1个星期才能用呢。没事儿，我早就想到了，我找人下来搬，找2个力气大的下来搬东西。起。这到底是哪里请来的 NPC 啊？电影学院和体育学院双学位吗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移动冰窖吗？好厉害！以后我酿的酒是不是也可以放在这里面？当然可以。那我做的梅苏汤也能放。好主意，你拿一点过来冰着，中午给施工队的工人们尝尝鲜，正好也能听听他们的反馈。是冰的梅苏汤吗？我还没喝过。我也没有。给我也尝尝吧。教主，方便过来一下吗？咋了，念念？正好我有事找你跟你娘呢。来，我们出去说。好的，教主。这个叫缝纫机，可方便了，能大大增加效率。不过具体怎么用我也不会，我到时候上网找几个视频给你们看。你们是专业的，应该能看。对了，念念，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教主，你右胳膊的袖子破了一块。教主，一会儿把衣服换下来，我给你补补吧。温姨从不允许衣服上留下丑丑的补丁痕迹，每次修补都会在破损的位置绣上精致的图案。想当年，温姨也曾是名动江南的第一绣娘，她出身绣坊世家，5岁就能绣出完整的花鸟鱼虫。18岁那年，她被誉为天下第一绣娘，却也成了温家的摇钱树。家族为了独占她的绣艺，强行阻止她嫁人，只允许她闷在绣坊里绣制高价绣品。28岁那年，她给如今江南的大侠凌云霄绣佩剑剑素，一针一线，绣的是高山流水，绣的是惺惺相惜。那一年，她不顾家族反对，分文未带，跟着他私奔了。婚后清贫却幸福，她绣绣品换银钱，她行侠仗义护一方安宁。1年后，女儿念念出生，给这个小家添了更多暖意。走投无路之下回温家求救，所谓亲人不仅分文未给，还骂他私奔不孝，败坏了门风，把他们母女赶出门外。他忍痛剪掉母女俩的长发，换了少量银钱，勉强救活了女儿，勉强熬过了寒冬。等月，温秀宁的弟弟突然暴毙，温家人诬陷他们母女正月剪发克死舅舅，要将他们抓去进猪笼。他只能带着女儿连夜逃命，一路颠沛流离，最后幸运的被我捡到，在玄武山落了脚。教主这次想要绣什么图案？温姨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子，你能不能帮我在所有人衣服上胸口的位置都绣个一模一样的图案？就绣云纹豹猫身上的那个云纹。可以啊，这个主意好。我们不是要开度假村吗？人家都给员工做统一工作服，但我现在钱不够，买新的太贵。我想，不如在每个人衣服胸口绣个统一的样式，客人一看就知道是员工了。我也可以帮忙。好，谢谢念念。我找缝纫机的操作视频给你们看。哎，我手机呢？这就是教主带回来的法宝。上面这些歪歪扭扭的字应该是法宝的名字吧？教主，这东西需要念咒语才能启动吗？不用念咒语，插上电就行了。话说，这玩意儿做的好像棺材啊。确实很像。听这意思，多用于放置动物的尸体，好像也差不多。有道理，所以放人进去也行。太小了吧，放不进去。切开放可以。那倒也是。行，别在这里看热闹了，你们都忙去吧。古代的窗户都是纸糊的，隔音差还不结实，要给客人住肯定不行，所以我订了一批玻璃。苗老板，你这山上面到底是度假村还是武术学校啊？这一个个人才都是从哪里选出来的？这都是我精挑细选来的优秀人才。对了，钱给你转过去了啊。说起来，王姐你挺信任我啊，这么大一笔钱，你连个定金都没有收我的，你就不怕我放你鸽子？你这么大个山在这里呢，我还怕你跑了。以后多合作啊，有事随时招呼。以前谁家里要是能有块琉璃，都是当做传家宝一样供奉着，这样剔透，没有一点杂质的，我估计皇宫中都没有几件。这简直是拿珍宝当瓦片用啊！不愧是神仙，
寻常人家见都没有见过的宝贝，教主一口气就买了800多块。这真不是什么宝贝，就是普通玻璃。这几天大家也都混熟了，有几个工人还主动提出帮我改造电路。谢先生，今天的糕点多多做几份啊，给工人们带回去尝尝。已经备好了，教主放心。工头吃人嘴软，拨了3个有电工资格的来帮忙，材料我自己出就行。怎么这么贵？基建真的好花钱，10万一下子就只剩下一半了。早知道默默姐的钱就不那么着急还了。这贵吗？还不够你办个厕所的。所以啊，苗老板，像你们这种富二代创业，花钱还是要有点规划，别光顾着把厕所修得像5星级酒店一样，就把别的地方都忘了。行吧，古代人觉得我是神仙，现代人觉得我是富二代，解释不清，根本解释不清。火线和营线是这样分吗？穿线管留这么大的余量够不够？红色是火线，蓝色是营线，黄绿双色是地线，可不能接错了。留余量是为了以后检修方便，万一线路坏了还能抽出来换。原来如此，这两叔侄已经被电路科学迷住了。这两叔侄已经被电路科学迷住了，还跟我说他们学会了要上手部操作，被我拼死拦下了，就怕他们一个不小心被电死。不行不行，你俩把电工证考下来了再上岗。公司让无证电工上岗是违法的，抓到了直接罚10万，咱可没有钱交罚款。可是我们真的已经看懂了。零基础考电工证最快只要15天，我相信你们俩的实力和天赋，没有必要这么着急。教主说的对，咱们先把证考下来，名正言顺的上岗。是，伯父。几天后，山路施工彻底完工了，施工队也要撤走了。虽然山上还有2/3的房间线路没装完，但现阶段30间客房够用了。诸位辛苦了，这是我今早刚酿的桂花米酒，请收下。哇，这味儿绝了，比我喝过的所有米酒都香，闻着就甜丝丝的，太舒服了。好喝，咽下去之后还有桂花的香味在嘴里飘，这葫芦真是个好东西。诸位喜欢便好。苗老板，这段时间在你们这儿又吃又拿的，真不好意思了。这个月实在后面的工期已经排出去了，不然一定帮你把电路工程彻底弄完。以后有什么活随时喊我们啊。哪里的话，是我们要感谢大家了，给我们把路修得这么好，还帮忙改造了电路。等开业了，我们一定带家人来住，到时候可得给我们打折啊。打什么折？到时候你们就凭这个酒葫芦来我们这儿免费吃住2天，带家人来或者是送朋友都可以。苗老板大气，一定。大家的动手能力真的很强，完全不需要我操心，毕竟能力越小，责任越小嘛。按照山上的战斗力分布，2只土狗肩上的责任都比我重，有点意思啊。沉浸式古风体验，我们山上这群人可比那些景区的演员专业多了，毕竟是正品古代人。你们谁有才艺？比如说乐器之类的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幼年时，父亲确实找过一些师傅教我琴棋书画，但是我着实不感兴趣。我除了读书，其他的时间都在研究厨艺，琴箫笛瑟这些于我而言实在是陌生的很。什么情况啊？咱们这一个艺术生都没有吗？我会。你会？会什么？古琴、琵琶、洞箫都会。你什么时候学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师傅教的时候你都在打瞌睡，你当然不知道。也不是很难的东西，我在旁边看着看着就会了。太好了，武林高手还会乐器，一听就很有看点。这种的你会不会？这是什么招式？我从未见过，也从未听说过。可能就是把内力汇聚在琴弦上，然后打到水里，那琴不就碎了？对啊，再好的琴也扛不住这样的内力冲击啊。内力这般分散出去，打在水面上除了好看，实在没有别的用处。若是对敌这般浪费内力，怕是得不偿失。不错，真正的内力御敌讲究的是凝练一击，要么伤敌，要么护身。这般大张旗鼓的镇水，华而不实，与实战毫无裨益。可是这样比较帅啊。好吧，果然电视剧里都是骗人的，现实里的武林高手一点浪漫情怀都没有，一个个务实的要命。你是不是太宠了？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教主都开口了，那就试试吧。用琴肯定不行，一定会碎的，但是队长说不定可以。子勋一会儿出来和我对一阵。我和左杖法打？放心，左杖法对内力的控制以真化境，不会伤到你的。你现在眼睛已经能看清了，也该多和高手过过招了。是。
这便是高手之姿。太帅了，太帅了！出手吧，不用留力。得罪了。天哪！这简直是特效都做不出来的场面！我的天哪！太帅了！所有手续都办好了，这意味着玄雾山度假村终于可以正式营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终于可以开通商家认证了。看谁还说我是 AI 造假！教主，那跑得飞快的铁盒子便是你说的汽车？这玩意儿可比马车快多了，加满油就能跑几百里地，还不用喂草喂料，方便得很。真是奇物。苗小姐，这是你的营业执照、卫生许可证、消防验收合格证明，还有其他相关资料，你清点一下。谢谢，都齐了。教主，刚刚那些穿着统一衣裳办理证件的人，都是官府的官吏？他们属于公务员，差不多吧。他们对百姓态度真好啊。好啦，别再想旧社会了，咱们今天任务还没完成，还有点别的东西要买。这个人证合一显眼终端花了5000块，消防设备又花了15000，这才一上午，2万块就没了，赶紧开业吧，不然真的要破产了。搞定了，走，我们去买点好菜庆祝一下。好的，今天就带你去我们的农贸市场见识一下。还有谢先生，我想了一下，以后下山买菜的事情还是交给你吧。一切听教主吩咐。我给你的账号转了5000块钱，等会儿带你去菜场逛逛，体验一下手机支付。其实我也不知道1个月买菜要花多少钱，后续还有客人会来吃饭，可能消耗会更大。反正先用着再说，不够了我再给你转。这就是这里的银钱交易方式。没错，谢先生果然聪明，一点就通，不愧是当过务部郎中的人。这可真是太神奇了，省去了携带银两的麻烦。只是这东西要是被人盗窃走了，没事儿，咱们有指纹解锁啊，就算手机被偷了，手机里的钱还是你。实在是方便。对哦，你们好像还不太认识阿拉伯数字，回去开个会，集中认一认，写一写，以后记账花钱都方便。阿拉伯是何物？是哪个州府的名称吗？哎呀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走走走，去菜场。之前那家缺斤少两的水果摊已经被清退了，现在换成卖水产的了。哎，这家水果店呢？怎么不开了？忍不住老毛病又犯了，又被抓到缺斤少两，总算是被市场清退出去了。你们这市场管理搞得还不错嘛。来来来，谢先生，就在这家买，你来挑，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。我看你们这每次出来都穿的古装，是哪里的工作服吗？对啊，开度假村的，就在那个玄雾山。这是我们的账号，马上开业了，欢迎来玩。方便加个微信吗？如果你们后期需要大量蔬菜，我也可以送货上门的。可以啊，不过我们这马上才试营业，估计需求量也不大，后面要的多了就找你。行行行，肯定新鲜又便宜。哦，对了，你如果是对外做生意的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据我所知，有的人报复心蛮重的。不瞒你说，就在被清退的第2天，我们其中一个市场管理员走夜路回家的时候，就被人套麻袋打了一顿。虽然说是没有监控，但是这么有黑社会啊？不至于，但是多少有些混的背景，你还是小心为妙。癞蛤蟆趴脚面，不咬人也恶心人啊。没事，让他来呗。这人要是真的敢到我们山上闹事，嘿嘿，那就不是区区赔3倍就可以解决的了。来，点这里，打开付款码，然后让老板扫一下就行了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成功了，你看是不是很简单？不过是触类同通罢了。这些数字排列规律与算学中的某些原理相通，并不难猜。厉害啊，谢先生，连小数点都运用得当，不愧是中国状元的人。趁着谢先生买肉，我抽空买了台投影仪，以后给大家集体上课用。认数字，学现代知识，规章制度，简体字，扫盲之路任重道远啊。我们也是有办公用品的正规企业了，不错不错。小龙虾原产美洲，20世纪初才引入国内，山上这群古代人肯定没见过。这红壳铁钳的是什么玩意儿？红彤彤的，还有2只大钳子，看着好凶，这能吃吗？这么硬？神仙的宠物吧，看起来好威猛的样子。谢先生，今天的晚餐就靠你了，调上蒜蓉或者是油焖都可以，做法你自己用手机搜搜。感恩感恩。好的，教主放心。认证需要1到3个工作日审核，审核服务费600块1年。通过之后，账号会多一个蓝色的 V， 证明是正规企业。快点通过，快点通过，快点通过！姐，我终于弄好了。我自己开直播卖吗？我这账号现在才几百个粉丝，万一没有流量怎么办？不愧是我姐，
公平公正的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。对张默来说，钱不是问题；对我来说，问题是没钱。门票29.9块，住宿299，会不会太贵了？算了，试营业半价优惠，先看看情况吧。武侠，我们是来真的。不错不错，看起来十分靠谱，一点都不像是一个人均文盲的草台帮子。果然还是有人说我是 AI 造假，不过也有人开始相信了。还有人要看帅哥开直播，今天下午6点30准时开播。Hello， 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下午好呀！没有无人机哦，是我真人拿着手机在直播。大家看，我现在就在我们喵仙人度假村的峰顶，名为望仙峰，距离景区地面200米。纯的实景直播，没有任何滤镜和特效，你们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样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忘记自我介绍了，我不是主播，我就是喵萧仙人度假村的老板。放心，我不会嘎在你们手机里面的。哎，好像没在菜园里。最近度假区还有一些收尾工作，比如安装消防设备、整理客房什么的，他可能是去别的地方帮忙了。笑死！山上16个人，一共就4部手机，其他人沟通基本靠吼，哪里是说联系就联系得上的。他一般做事的时候不太喜欢带手机，怕分心。你们要是实在想看，我还是带你们去下面转转吧，说不定运气好就遇到了。真的有？走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。哦对，我比较喜欢攀岩，平时没事就会在山上爬一爬，所以下山快一点很正常啦。一辆跑车120块，虽然平台分走一半，但剩下的也有60，这可是善心人无偿赠送的，感恩的心。好，稍等我半分钟，打电话摇人啊。教主有何吩咐？他们想看我怎么登上望仙峰的，你等会儿就拿着手机镜头对着我，这上面几个按钮你小心别碰到了，免得直接锁屏了。知道了。我给你们倒数10个数，给所有人留足开录屏的时间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倒计时，10、9、8、3、2、1。家人们，到顶了。怎么样？看清楚了吗？没有微扬，没有绳子，纯的徒手攀爬，而且是单手。服了，我彻底服了！10辆跑车说到做到。另外，我已经下单了15间古风经典房，开业之后带攀岩群的兄弟们来团建。谢谢利友老板，太大气了！欢迎你们过来团建，保证让你们玩得尽兴。有的，特色项目多着呢。正想带你们去看一个刚上线的新项目——悬崖秋千，包出片的，发朋友圈绝对赞爆。走，现在就带大家去看看。新来，一起去呗。是，教主。大家看，咱们这山上的环境绝吧？全程无滤镜，纯实景。安宁，我找了你好半天，没想到你躲在这儿呢。教主找我吗？有何事？没事儿，你忙吧。你这是在打磨秋千？是啊，魏师傅说怕有木刺伤人，右边2个已经打磨好了。教主要试试吗？大家看，这就是咱们的悬崖秋千，纯手工打造，传统榫卯结构，连钉子都没用。这个位置在西北方的悬崖边。坐在秋千上荡出去，能直接看到云海和夕阳，怎么拍怎么好看，就是能一猫打赢俩老鹰的那位。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山的山神大人，大家以后来山上玩，要是遇到他们，一定要放尊重一点，保持安全距离。他们是实打实的野生豹猫，只可远观不可亵玩，别惊扰了他们。好，安宁你去推吧，轻一点啊。好的。像一团裹着霞光的云绒小团子，正伸着爪子拥抱整片夕阳。家人们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！玄武山的夜晚还有更多美景等着大家亲自来探寻。记住啦，7月1号，咱们喵仙人度假圈正式试营业，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。68770块，哇塞，好多钱啊！这数字看着喜人，可全是预售单，说到底只是账面流水。团购订单核销后还要等14天才能结算，还要扣手续费。果然赚点钱真不容易啊。这倒是实打实的进账，每个月最后一天统一提现吧，方便记账。好，愉快的学习生活终于要开始了。之前在那边，他们用的是完全没优化的繁体字，很多字我完全不认识，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半文盲状态，文不成武不就，连山上的狗都打不赢。现在也终于轮到他们去尝尝这种感觉的滋味了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谢先生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？教主早。今早的肉馅拌了点香油，面发的也透。你不爱吃姜，这几个是没有加姜末的，你尝尝。麻烦谢先生了。
还单独给我做。无碍。这边还有茯苓那丫头刚调配出来的豆浆，据说是加了好几味温和的药材，教主试试吗？哇，这也太好喝了！上链接。不对，我的意思是这个也可以上菜单，以后这个豆浆也能当做招牌产品来卖。对了，我们是不是还没有菜单？已经写了一份，尚未最后定稿，下午给教主过目。靠谱。投影仪和文具都到了，晚上就用投影仪教大家认字学算术，往后记账算账都能用上。这车是想上山，围栏只开了这么小的口，车肯定进不来。你好，你是这山上的员工吗？我在这儿找了半天也没有找你们的联系电话啊。这个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营业，所以牌子都还没贴出来，后面会有的。对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就是喵仙人度假村的老板吧？我昨天听了你的直播，声音一模一样。对，我就是这里的老板，我姓苗，找我有事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，苗老板。你好，我叫林曼，负责这个片区的酒水引领和食品批发的。昨天看了你的直播，觉得你这度假村特别有特色，前景肯定好。今天特意过来，想跟你谈谈合作。别的不说，起码每间客房每天2瓶矿泉水，这肯定是必不可少的。对哦，矿泉水、可乐、雪碧这些我们确实做不出来。他要是不提，我差点把这个忘了。嗨，这就叫缘分啊！我们正缺靠谱的冷饮供应商，你这来的太及时了。走走走，上去聊。可是苗老板，你看我这车压根开不进去啊！要是叫人下来挪围栏，那也太草台班子了。面子工程还是要做的。那什么，实在抱歉，围栏刚做好，还缺几个零件，暂时只能开这么小的门。要不你坐我的小3轮上去，这里面一箱是本子，拿来当凳子坐的话挺合适的。不用麻烦苗老板，我自己走上去就行，就当欣赏风景了。林经理，别硬撑了，我们山上的人平时都做这个，稳得很，上来吧。那麻烦苗老板了。苗老板，开慢一点。放心，我技术好得很。苗老板，你这度假村也太漂亮了，简直是世外桃源啊！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种纯原生态的美景了。谢谢夸奖，我能拍照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直播里看就觉得美，实景更绝，开业了肯定爆火。我原本是打算在这里规划一间小卖部的，但是因为开业比较仓促，商品什么的都还没有准备。苗老板，我们这边可以给你提供最优惠的批发价，矿泉水、可乐、雪碧这些饮料都有，还有各种口味的冰棒、雪糕，还有各种各样市面上常见的零食。另外，我可以免费给你们投放2台自动售卖机，放在人流量大的地方，客人买着方便。这个听着有点意思，展开说说。不光生是自动售货机，小卖部里需要的冷藏冰柜，我也能给你们申请2台全新新的，纯免费使用，不用你们出1分钱设备费。还有这种好事，做慈善呢。但我们公司这边有个基础风控规定，2台自动售货机加2台冷藏冰柜，需要收取2万块的设备押金。这钱不是扣下，只是做个保障，毕竟都是全新的设备。押金？不好意思，给不了1点。2万块的押金，我全部的现金流加起来也就15000多。我们公司的押金退还很实在，只要你们每年从我们公司的采购额达标，这2万块押金会分3年退还给你们，每年达标就退1/3，3年期满全部退清。唯一的要求就是这2台售货机和2个冰柜里面全程只能摆放我们公司饮品、雪糕和零食，不能摆其他家的货。哦，他腰不好，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林经理，你看看，咱们光顾着谈合作，都没有好好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度假村。合作的事不急，咱们先逛一逛再说。什么？刚刚不是已经逛了不少东西了吗？教主，楚大夫，这位是林经理，上来和我们谈合作的，腰不太舒服，你帮他看看。苗老板，这是做什么？景区节目？不是节目效果，人家正经中医大师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这是老毛病，生孩子落下的，休息一下就好。产后劳损日久，气血拼虚，寒湿侵入经络，导致腰部经脉淤堵不畅，久坐久立走路都会加重痛感，阴雨天更是酸痛难忍，夜里翻身都受影响，对吗？望闻问切，医者之本。我先给你施针缓解疼痛，想要根治，需要长期针灸配合中药调理，大约半年就能痊愈。能根治？试试吧，都是朋友，不收费的。楚大夫，你真是神医！我这腰疼了好几年，您这一下子就给我缓解了这么多。只是治标，后续调理才是关键。林经理，这下舒服多了吧？楚大夫的医术可不是盖的，你要是常来调理，半年就能好利索。太谢谢你了，苗老板，要不是你，我还遇不到这么好的大夫。林经理，你看咱们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之后你还要常来调理身体，大家都是朋友了。那之前说的那个押金，既然是朋友了，那么互相都有信任感，就不需要押金作为保障了。2台自动售卖机，2台全新冰柜，我明天就让人送上来，折扣也给你算最低的。
不过首批货品你最少得定5000块的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没问题，林经理你太仗义了。苗老板，要不还是你送我下山吧？其实做你的小三轮还挺有意思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每天晚上都抽时间学些现代的知识，先从最基础的数学算起。这上面的加减法看着简单，却是往后记账、算账、收客人钱的根本，缺一不可。都给我好好学，别不当回事。这些本事学会了，不是给我学的，是你们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，都是实打实能用得上的东西。学会了就都是自己的。这种书写方式确实简单方便一些，比算图快多了，记账也省事。给大家准备了10道例习题，各自抄在自己的本子上面。明天早上我要收作业的啊。哦，对了，这里还有个附加题，有兴趣的可以做一下。来吧，发挥你们聪明才智的时候到了。对了，还想起来个事儿，咱们山上现在各处都还没有指路的牌子，客人来了容易迷路，得做些引导牌、标识牌。你们谁的字写的最好？回头帮忙写一下。书法这一块，我是比不上苏大人的。哎，谢兄，既然已经离开那水深火热的朝廷，又何必在大人长大人短的称呼呢？多见外。哎，谢大人这真是折煞老夫喽！快别这么说，你这状元郎的笔墨那是堂堂正正的朝堂风骨，锦绣文章配俊逸书法，老夫怎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？老夫这手上的字不过是闲来无事跟着星象走势练的几笔草书，算不得正统功夫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教主这边若是用得着老夫，那自然是义不容辞。不就是写几块牌子提几个字吗？保准写得清清爽爽。别一天天这么多废话，教主让你写就写。好好好，一切都听教主和家主的。据我所知，这里的文字与我们那边不同，名为简体字。教主若方便，把需要写的内容用简体字誊抄一份给我，我会从旁督促爷爷完成，确保字迹清晰，无有错漏。靠谱。哈哈，我也可以帮忙。行，有你们帮忙就省心多了。其实都很简单，主要是一些上山路的指示牌，字不多，清晰好认就行。上山的路，沈将军，教主还是直接叫我沈燕即可，不必如此见外。教主有何吩咐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老忘了。沈燕，给你安排个差事呗。从山下进门处到咱们山上还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。你们可能不清楚，现代人大都娇生惯养，走几步路就喘，1公里山路对他们来说简直能要了命。最开始这1个月，你把你们之前用的那辆马车拿出来用用，就是当年逃命用的那个马车，就来回拉游客上山。一来解决走路问题，二来马车也算咱的特色。好的，教主，我这就去把马车收拾一下，立刻就能投入使用。设备到位了，饮料零食也全了，接下来就差开业了。安宁，这道附加题你做出来了，你的解题思路是什么？思路啊，我就是从一刚开始，一个个往里面试啊，才试了400多次就出来了，还挺好玩的。当时试出来的时候，可有成就感了。你还真是一身使不完的牛劲儿，这哪是靠脑子，这分明是靠毅力啊！既然大家数学都还过得去，就可以开始分配人员了。我先看看各个岗位需要的人选，16个人，以前还觉得挺多的，现在一看根本不够用。算了，先这样吧，剩下的客房先用钥匙挂锁顶着吧，等赚了钱再还。53块钱，还好买菜的钱提前打给谢先生了。我现在就是一穷二白，必须得回本，赶紧开业。欧哥，真不是我泼冷水，你真觉得这是真的？没屌威麻，没铺保护垫，就光溜溜一面山壁，他能爬得那么利索，这合理吗？我全程看了直播，还能有假？行行行，我欧哥的眼神儿比我看看跑车还准，行了吧？这要是假的，你欧哥能连刷10跑车？那场直播的回放我仔细看了，确实没有吊钢丝什么的。那地方最高的就是那个山峰，就算是想要吊钢丝，也没有地方给它固定啊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。但是后面那一段猫猫荡秋千的我不信。我家的毛球平时碰一下都嫌我烦，尾巴能甩我一脸，凭什么别的猫就能在那么高的秋千上安安静静的？我不相信。你就是羡慕嫉妒恨。快到了，导航显示前面就是入口。好，我看看。我去，这风格够原生态的。走，先去验票。刚刚那条裙子真好看。你裙子已经够多了，那还能买吗？有钱了就给你买。不
是吧？这景区是疯了吗？用这种级别的颜值来检票？你好，我们团购了10张门票，麻烦核销一下。请出示一下团购码。对了，请问你们老板今天在吗？他问的应该是教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还不太习惯这个称呼。我们教主现在在住宿区处理需要住店的客人。教主？从检票就开始沉浸式体验了吗？有点意思。往上走1公里可以到达山上。当然了，如果大家不愿意走，也可以选择乘坐马车上山。只是马车刚刚送完一批游客，返程还需要一会儿。马车？真的那种马？若非是真的马匹，还能是什么呢？这环境确实不错，就是不知道马车怎么样，别是那种破破烂烂的观光马车吧？这你就别抱希望了，真要是那种比赛用马，也不可能沦落到这里拉车啊，一个噱头罢了。就是，我觉得老板能想出这种点子已经不错了，很符合设定啊。这是纯种阿哈尔醉宝马，而且是品相顶级的赤金汗血宝马。什么意思？很值钱吗？这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，赤金色的汗血宝马比枣红色稀有10倍不止，全球存栏量屈指可数。这种顶级品相的，每匹保守估计价值1000万往上，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。用价值1000万的赤金汗血宝马当马车，这度假村老板到底是什么神仙人物？各位客人，马车准备好了，可以上车了。一次最多乘坐8人，诸位可以分2组上去。我要先上去。那你们几个先上去，我们等下一辆车。哇，这就是直播里面那个山峰！我的天哪，这么高！我勒个豆啊，这是人能爬的！我服了，这地方想吊威也没办法呀。可是我还是想试试。一会儿再说，我们先去住宿区，正好他们老板也在那边。这也挺好啊，起码很整齐，没有破坏队形。有道理。说不定这是什么小巧思呢？你想啊，这样一来，如果有人用无人机航拍拍出来就是整整齐齐的100间木屋，多好看啊，多有仪式感！对，总不可能是做完100间木屋前设计忘了留前台位置，没办法才拆了一间凑数吧？肯定是故意这么设计的，主打一个原城难摁坏，还不破坏整体，肯定是很谨慎美感。这怎么可能随便就打开了？对啊，相以为是你的论文呢，想到啥就写啥，梦到哪句说哪句。你够了啊！骂我可以，侮辱我的论文绝对不行，那可是我熬了3个通宵改出来的，导师都夸有想法。那种颜值的美人负责验票，价值连城的汗血宝马来拉车，感觉这个老板在下一步很大的棋，其实挺大，就是宣传这块没跟上。要不是欧哥偶然刷到主播直播间，咱们压根不知道这地方。白瞎了这么好的配置。挺好，这不就让我们捡了个漏？这以后要是都宣传出去了，肯定就不是这个房价了，到时候抢都抢不到。欢迎光临，这边办理入住。现在中午11点45，一上午就开了2间房，还是同一家人的。现在好不容易来了这么大一群人，住宿利润比门票高多了，客人住下来吃喝都在度假村里面，小卖部食堂又能跟赚一笔，太好了！请问你们是已经提前购买了团购吗？我来，开5间房，谢谢。5间房就是将近1500块钱。这边给你刷新一下，还有4份需要核销。行。团购核销好了，麻烦各位出示一下身份证，这边需要登记信息。我就是上次直播间那个攀岩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你就是那个 Leo 老板呀！感谢你的捧场，太大气了。都把身份证拿出来，赶紧登记，弄完了我们先去吃饭。久等了，还需要5个手机号码。我们这边使用的电子门锁没有房卡的，过会儿会把房间的门锁密码发送到对应的手机号里面，记得查收一下。这是什么字？第1排是喵仙人度假村，第2排是今天的日期。这是古代人用的繁体字啊，自带防伪功能，不错吧？老板，你们度假村真有意思，设定好完整哦，居然还有自己的文字。感谢夸奖。现在也差不多到饭点了，咱们食堂中午不仅有饭菜，还有说书人讲故事呢。你们要是感兴趣，登记完可以抓紧时正好开场。园区地图在咱们度假村的短视频号首页置顶图片里能直接下载。还有说书人，这个太新鲜了，必须看看。哦，对了，因为玄武山本身是比较凉快的，所以房间里面没有装空调。你们要是怕热的话，可以在这边领电扇。天哪，真的连空调都没有装，电视也没有。唉，这老板也太能省装修的钱了吧？唉，得亏房费打了5折，这要是599，那就太划不来了。这配置也太顶了，这种档次我只在5星级酒店见过。懂了，合着是故意不在房间面装现代电器，就为了保住古风意境，把现代化享受全藏卫生间里了。巧思，这又是巧思。老板果然有点东西，刚刚还觉得299有点亏，现在一看，就算是原价599都是血赚。走吧，整顿完去食堂。他说有说书人，他为了让父母能吃上白米，
常常步行100里之外去买米，再背着沉甸甸的米袋原路返回。寒冬腊月里，脚踩在雪地里，冻得开裂流血，也不叫苦。后来仲有做了大官，锦衣玉食，却常常对着山珍燕味落泪。旁人问他为何，他说：“这便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孝道不分古今，孝心贵在珍惜。”咱们的儿女也不差，这不也陪着咱们来山里过生日吗？今日一段百里赴米，说的是孝道，仲由的孝心感天动地，后人皆称其为孝圣。这段佳话也流传至今。老先生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这段故事便说到这里了。如果还有客官有听故事或者是算命的需要，随时可以来找老夫，只需当天消费超过100元。险些真以为自己穿越进了古代市井，硬是被最后一句话扯出来了。太有意思了！走走走，去点菜，我还要听故事。嚯，这当初得花了多少时间培训啊？对了，我们有入住送的赠品券，能在这兑换点心吗？是的，你是要兑换2份点心吗？你们有几张？建议不要全部用完了，还可以去体验一下别的项目。我们一共是5张吧，别的还有什么项目？好像是喂动物和中医。我不相信中医的，但是可以留着喂小动物。那就给你们调2张，兑换黄金玉露饼与5色同心糕各1份。哇，这也太真了吧！这又是什么设定？古代人不会用计算器？这么细致的吗？感觉自己不是来度假的，是进了实景古装剧场。你们家真是每1秒都是巧思啊！好的，一共350元，这边扫码支付，扫完了给我看一眼。好，给我看一眼。几位小友看着面生，应当是今日刚入园的贵客吧？方才听你们说要听故事，老夫这里古今奇闻、江湖轶事、风水传说、宫廷旧事，应有尽有。先祝诸位旅途顺lợi，情谊长存，在喵仙人度假村玩的尽兴。听故事。只是故事分千百种，有神话志怪，有历史典故，有江湖情仇，亦有风水奇谈。几位小友不妨说说偏好，老夫挑最合心意的讲。哎，我想听那个江湖下壳的也不错。我也不知道，你们说那个秘闻是不是老先生吗？他们说的那些都太普通了，网上评书里都能听到。不如您给讲讲您自己的故事吧，比如说您是怎么来到这度假村的，您的过往经历，我们都特别好奇。既然都是沉浸式体验了，那 NPC 肯定会有自己的背景设定吧？老夫的过往算不上惊世骇俗的趣事，更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风光往事。不过既然诸位小友有心想听，老夫说说也不妨。老夫姓苏，吴望奎，出身于风水世家苏家。自前朝起，苏家便执掌皇家钦天监堪舆科，专司皇家风水勘测、龙脉护持、阵法布设之事。家族传承逾100年，经手的皇家堪舆事宜，从未有过一日失责，更未出过半分差错。诸位或许不知，古时皇家最重风水国运，皇陵龙脉勘测、祭祀大典方位，全都是钦天监堪舆科的核心职责。而我们苏家世代坐镇堪舆科，到了我这一辈，官至钦天监监正。钦天监监正，好熟悉，在哪里听过？《甄嬛传》里面有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好厉害！诸位过誉了，这没什么厉害的，不过是苏家世代传承的手艺。老夫不过略懂些皮毛罢了。所谓说白了，就是顺天地之势，应自然之理，观山川脉络，察阴阳调和，谈不上什么通天本事。那后来呢？钦天监监正不是应该在皇宫吃香的喝辣的，怎么就从皇宫来到这深山度假村了？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。当朝天子问帝登基多年，却一直子嗣单薄，膝下只有寥寥3名皇子，迟迟没有新的皇嗣降生。就在这时，有趋炎附势大臣揣摩圣意，竟然说陛下迟迟无子，是因为后宫妃嫔生辰与陛下不合，阴阳不调，恳请陛下广纳后宫，挑选生辰相合的女子入宫。这能有用？当然没用了，这不过是那问帝色心四起，40好几了还不消停，想多找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进宫，找的由头罢了。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根本就不重要，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招了一批京中貌美的女子进宫，其中一个女子竟然没过多久，网友真的怀孕了。皇帝大喜，立刻升她为林贵妃，赏赐无数。这也太不科学了吧！一个宫中设立法阵，还能左右生产安危？说白了，就是给皇帝和贵妃一个心理安慰罢了。林贵妃怀胎10月，到了生产之日，突然遭遇难产，宫中人仰马翻，太医院的太医们束手无策。直到这时，大家才发现，林贵妃怀的竟是双生胎。第一个出生的是男婴，
落地时便没了气息，是个死胎。好不容易等第二个孩子降生，是个女婴，好歹还有气息，算是活了下来。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还好活了一个。话是这么说，可这结果根本不是问帝想要的。问帝满心期待能得一位皇子，延续皇室血脉，结果皇子夭折，只留下一个公主。他勃然大怒，当场就说这女婴是妖异之相，克死了自己的兄长，要立刻将这刚出生的公主处死。有病吧！虎毒不食子，这皇帝也太狠心了。好在林贵妃拼死相护，以死相逼，才保住了这个女婴的性命。可帝王的怒气总要发泄，总不能怪皇帝自己，更不能怪刚生产的贵妃，这锅自然要有人来背。我懂，肯定是太医院和青天剑背锅，电视剧里面都是这样。小友很懂啊。那是自然。太医院一众太医被罚俸3年，算是从轻发落。可我们青天剑就没这么好运了。问帝下旨，称是我青天监不舍的平安法阵出了漏叟，逆天改命，将贵妃腹中的皇子改成了妖异之相的双生子，才导致了皇子夭折的惨祸。直接下令将我苏家满门抄斩，一个不留。等，双生胎怎么就是妖异之兆了？民间生双胞胎都算双喜临门，是吉兆啊。吉凶不过是皇家的一句话罢了。生得下来那就是吉兆，生不下来那就是妖异。皇家要的从来不是真相，只是一个发泄怒火的借口。那凭什么太医院只是罚俸，你们苏家就要满门抄斩？这也太不公平了。我们存在的意义，现在看来就是说出他们愿意听的话，佐证他们想要的结果。这样的职位谁都能替代，自然不值一提。百年世家的荣耀，在帝王的喜怒面前，竟如此不堪一击。然后你们就逃出皇宫了？是，还好我孙女算出当天应有大劫，提前逃出皇宫。家人后续来追杀我们的沈将军一时心软，放过了我们，这才让我们遇到了教主，来到这一处风水宝地，从此隐姓埋名，过上了安稳平静的生活，再也不用理会皇家的尔虞我诈。沈将军又是谁？也是度假区的 NPC 吗？这位沈将军你们应该都见过的，便是今日在山路上赶马车，身后背着一把弓送你们上山的那位英武男子。哦，想起来的，帅的。那沈将军为什么要心软放了你们？他身为朝廷将领，违抗圣旨可是死罪啊。这就是沈将军自己的故事了，其中缘由老夫不便多言。老夫的故事就讲到此次了，不知几位小友听得可否开心？太好听了。诸位听得开心便好，老夫也该下去歇片刻，养养精神，就不耽误你们用饭了。祝各位用餐愉快，吃得尽兴。辛苦老先生了，慢走。这个饼太好吃了！谁让你吃的？我还没拍照呢。妈呀，这个饼确实好吃，再加2份，不3份。这个冰酸梅汤太爽了，我就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酸梅汤。服务员，再加2壶。话说，他们这边故事线做的真好啊，还是交叉的。对啊 ，NPC 之间还有联系和羁绊，太好玩了。这应该是专门找哪个网文作者写的吧？这个作者说不定还叫香菜什么什么的，都可以直接发布成小说了。哎，你们说后续这个贵妃会不会出场？哇，好想法！以后这度假村越做越大 ，NPC 只会越来越多。像这种提前就埋下了故事线的角色，一定会登场。那狗皇帝会不会登场？我想要踢爆他的狗头啊！克制，殴打 NPC 会罚款的，搞不好还会进局子。小姐姐，请问一下，山上有什么适合饭后消食的地方？你们要是闲来无事，可以去梅花庄那边体验一下。那边专门为游客准备了娱乐版的梅花桩，难度不高，还能锻炼身体平衡感。不过要跟几位说清楚，我们平时练功的专业梅花桩区域，千万不要去尝试，难度太大了，不安全。梅花桩、娱乐版，还有专业和娱乐之分啊？怎么区分的呢？你们看到了便明白了，往那边走。我的天，这就是专业版，2米多高，这哪是普通人能驾驭的，简直是在挑战极限。这高度，就算是没恐高症，站在上面估计也腿软。而且这间距，就算站上去了也跨不过去啊！我的妈呀！我以为这种表演只有上4才能看到。不对，就算是少林寺
也未必能看到这么绝的吧？这简直是少林寺电影里才有的情节。大哥，你知道他这样倒立多久了吗？也太厉害了吧！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半个小时前过来的，他就已经这样了，动都没动过一下，连姿势都没变过，太狠了！这体力和毅力简直绝了。我刚才问了，说是有半个钟头了。半个小时，单手倒立半小时，还在晃动的竹子上，这肌肉耐力也太惊人了。普通人单手撑地3分钟都难，他这简直是非人类。来来来，到时间了，都过来吃饭吧。今天谢先生做了好多好吃的。太厉害了，太精彩了！这动作简直比电影里还帅。高手在民间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功夫吧。见笑了，献丑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去吃饭了。去吧去吧，辛苦了。安宁，教主让我们过去吃饭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我先不过去了，这边还有一些客人在喂动物，我不方便走。你们先吃，给我留一些剩菜就可以了。那怎么行？剩菜哪有刚做好的好吃？这样吧，我等会儿拿食盒专门给你带一份过来，保证是热的。这样也行，谢谢你。客气什么？对了，我刚刚听教主说，今天客人里面有过生辰的，他们这边过生辰要吃蛋糕，还要吹蜡烛，好像叫什么奶油蛋糕。奶油蛋糕是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教主说，以后我们过生辰的时候也会给我们买奶油蛋糕，到时候我们就能看见了，肯定很好吃。教主真好呀！对呀对呀，教主最好了。我的天，这也太敬业了吧！都到下班吃饭的时间了，还在保持着人设，连对话都这么有代入感，这 NPC 的专业程度简直绝了！是啊是啊，刚才他们说教主奶油蛋糕完全就是角色里的对话，一点都不出戏，这也太拼了！要不是他手里还拿着对讲机，我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了。